前2天我刚做完那个上海的茉莉爆浆吐司，然后这2天我又刷到一个上海特别火的，说是都火出圈了碱水吐司。不得不说啊，这上海真的是走在了时尚的前端。看好多人都说那个碱水吐司特别好吃，今天我也打算做一个尝尝。先揉面，碱水吐司的话，我感觉做咸味的应该会好吃一些，所以用了一个偏咸口的吐司配方。揉面上没有什么特别的，直接法揉面，还是先不加酵母揉匀，冷冻半小时，然后再加上酵母揉。调理除湿机5档揉10到15分钟，揉到这样的膜，加黄油，然后再揉到出膜。最近刷抖音和小红书看到有人说买了除湿机也揉不出膜，不出膜的肯定是因为面温没控制好。现在天气热，你揉面之前必须冷冻一下，没有冰桶的必须包冰袋揉面才行，不然面温高了肯定不出膜。我的视频都是反复强调这些的，估计老看的人听都听烦了。做吐司揉好的面温必须不能超过26度，这样做出的吐司组织才能细腻，然后就可以室温发酵，温度别超过28度就行。发好以后就给它平均分成2份，然后滚圆。滚圆这块也是反复强调的，直接分割不要排气，然后直接滚圆，滚圆的时候就排气了，不要把气体排得太干净，这样松弛时间会很长。拍掉表面的大气泡就可以了，松弛20到30分钟。这个时候剪2条油纸放在吐司盒里，这个吐司一般都是做250克一个的，没有这个模具的话也没关系，后边我也做了450克的。松弛好以后就整形，整形跟平时做吐司是一样的，也没有什么特殊的。这个吐司主要就是发酵到一定阶段以后要蘸碱水，以及不要让碱水渗入到吐司内部，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。等下后边都会给大家展示，建议你们不要退出，因为退出以后就看不到我做的有碱水馅的吐司了。卷起来以后，这块非常的重要，一定要把它捏紧，一定要把它捏紧，然后就把它放在这个小吐司盒里发酵就行了。我是把这个纸拿出来，就这样提着再给它放进去，这样比较好操作一点。2发还是别超过38度发酵就行。可以放在发酵箱里或者烤箱里，或者室温发都可以，我就室温发了，但是不要给它发到8分满，发到6、7分满。不知道6、7分是多高，可以这样量，吐司最高点距离模具顶部3到4厘米，然后去给它冷冻半小时。这个时候就可以提前把碱水准备出来，1000克水里边加30克烘焙碱。拌匀如果不马上用，你一定要放在一个不会有孩子或者小动物接触到的地方，因为这个烘焙碱腐蚀性很强，你要接触也必须要戴手套，而且要戴2层手套。面团冻了半个小时以后就给它拿出来，然后轻轻的把油脂揭掉，一定要轻一点，因为刚开始我动作有点暴力，差点揭掉一块皮。然后就把它放在碱水里，这样滚几圈，4面都要蘸上碱水。蘸完以后拿出来放在架子上，给它晾3分钟，一定要晾一下，因为这个时候表面的碱水还会往下流。你要是直接放在吐司盒里，那碱水都会堆到底部，那成品的底部颜色会很深，也有可能会有浓郁的碱味儿。晾完以后再轻轻的给它放在吐司盒里就行了。你就这样轻轻的给它放进去，慢慢的它自己就滑下去了。如果它卡住了，那就轻轻的晃动，一定要轻一点，太用力可能会把里边的气泡震破。我这样我就意识到，我感觉我太用力了。那是7分满嘛，再发一会儿，发到8分满就可以烤了，这样就可以烤了。烤箱提前预热好，上火160度，下火190到200度，烤25分钟。出炉震一下，然后把盖子打开，给它脱模。看这个颜色还可以吧？这个吐司要比你平时烤吐司的时间长一点，像这种小吐司吧，我平时是烤20分钟的，但是这个要烤25分钟。不要问我为什么，因为烤20分钟它表面烤得不结实，它就塌了。
没有小吐司盒的话，如果你想尝试的话，可以做一个450克的，就是把它发好以后直接擀开，还是这样给它整形好，直接整一个大卷儿。这个大卷儿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吐司盒比较大嘛，就不需要冷冻了。这个接缝处一定要给它捏紧，你看我又强调一遍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等会儿你们就知道了。就这样给它放在油纸上发到差不多模具的6、7分满，可以用模具这样比一下，然后就可以蘸碱水了。你们看我这个它就没捏紧，底部就有点开了。开了以后，这时候你再捏紧，其实也没什么用了。然后蘸碱水，滚几圈儿，然后滚着滚着，你就会发现它又开了。这个时候我就在想，只开了一点点，应该没事吧？然后结果它就都打开了。这个时候你们知道我在干嘛吗？我在无奈。然后此刻我的内心就开始斗争了，我晃来晃去，你们知道我干嘛呢？我就在想，我到底是扔呢，我还是留着呢，我还是给它烤了呢？哎，好，斗争终于结束了，我决定给它烤了，给你们做一个失败案例分享。然后我把它打开，我想说把进碱水的地方晾一晾，可能还能挽救。结果它自己越来越开，又变成一个大片了。反正我就硬着头皮给它卷起来了，然后又放进吐司盒里了。再继续发酵到8分满，这样其实还有点发酵不足。烤完以后4个角还是有点欠缺。450克的我是上火160，下火190，烤了30分钟。其实这样看成品也还是挺好的。哎呦，差点掉下去！我这个多灾多难的吐司呀，一定要完全凉了以后再切或者再吃，要不然的话我感觉会有很重的碱水味儿。看这个吐司，因为它表面沾过碱水，烤完以后真的特别的软。看这个，我要不告诉你们是进碱水了，没准你们以为这是可可馅儿的，其实这是碱水馅儿的。我先尝尝这个进碱水的这个，能吃吗？确实不能进碱水，不太好吃。就是它里边确实就有那种碱的那种涩味儿。但是你们不用担心我这个会浪费，这个面包最后的结果是喂鸡。你们说鸡吃完了下的蛋是不是就是碱性蛋？这2个小吐司都非常好，没有进碱水。看这个面包组织也还不错，非常的软。现在有杂音是因为外边下雨了。太有韧性了，吃着还行，芯儿好吃。这个皮儿配这个皮儿我不是很喜欢，不符合我的口味。我还是喜欢吃那种软软的吐司皮，这个确实太有嚼劲了。爱吃碱水包的人估计会特别爱吧。反正对于我来说就是一般吧，可以吃也可以不吃，反正不是特别爱。你要给我搁一个普通吐司，给我搁一个碱水吐司，那我肯定要吃这个普通的，不吃这个碱水的。它的特点就是这个皮特别韧，如果你喜欢吃有韧劲儿的皮，可以试一试。但是我这个吐司配方还是很好吃的，奶味十足，咸香咸香的。如果你们不想做碱水吐司的话，也可以用这个配方做咸味吐司，里边还可以再卷点芝士或者火腿肠什么的，那就更香了。你看它组织还是很细腻的。好吧，那今天就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一定要帮我点个赞哟。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